有缘之人，请相信，你能够观看到这段视频绝非偶然，这可能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捩点，一个关键时刻，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因此，请暂时放下手边的繁忙，集中注意力，仔细聆听，因为接下来你将学到的可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塑你的生活，开启财富之门。如果你还在疑惑，为何自己如此努力，却依旧收入微薄，甚至负债累累，这段视频或许能为你揭晓答案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显化财富的过程可以分为4个不同的境界，每一个境界代表着我们在实现财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。这些境界不仅体现了我们与财富之间关系的演变，还反映了我们在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。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不同，因此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也各不相同。理解这些境界有助于我们明确自身的财富显化路径，并激发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。在第一个境界中，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点亮自己已有的福报来显化财富。这种显化方式强调了个人的内在资源和已经积累的福德。所谓点自家灯，是指我们需要通过积极的行动和内在的觉察，激活那些已经存在的财富潜能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不一定需要去创造新的财富，而是通过善用已经拥有的福报和资源，使财富自然显现出来。这些福报往往是通过以往的行为积累的，它们可能是在过去通过布施积德、帮助他人等方式所得来的。而这些种子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，它们会在我们特定的时机得到释放和显现。为了点亮这些福报，我们需要通过行动去激发它们的能量。例如，通过建立健康的社交圈，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，或是通过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服务，创造一个良好的善缘，使自己的福报在外部的帮助和支持中得以显现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虽然我们也需要付出努力，但更多的是在于我们能否在合适的时机顺应自然法则，顺势而为。当我们的行为和心态与这些福报的能量相契合时，财富将如自然支流一般顺畅地流向我们。第二个境界则是借他人之光。在这一境界中，我们的显化方式不再仅仅依赖于自己积累的福报，而是开始借助他人的资源和力量来加速财富的显现。通过借他人之光，我们能够突破自己原本的局限，获得外部的支持和帮助，从而更快地显化财富。借光的方式可以分为2种，第一种是通过为他人承担幸福，来让他人的福报在自己身上得以显现。这种方式强调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他人。在为他人提供支持，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愿望和梦想时，我们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内在能量，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他人福报的加持。帮助别人不仅是积累自己福报的途径，也是借他人福报的重要方式。通过无私的行为，
我们不仅改善了他人的境况，也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。第二种借光的方式，则是通过向未来借福报。每个人的福报都是逐渐积累的，它们并非在一时之间便显现，而是在合适的时机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显现。通过修行和积德，我们能够获得未来的福报加持。这种借用未来福报的方式，强调了因果的连续性和时间的流转。财富的显现不仅是当下的结果，也是在未来某一时刻的必然回报。因此，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当下的福报，还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利用自己积累的福报，提前为未来铺路。第三个境界是通过吸引力法则来吸引财富的到来。在这一境界中，我们不再完全依赖外部的帮助和他人的支持，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在磁场来吸引财富的显现。吸引力法则强调的是内心的能量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。当我们的内在能量足够强大时，财富就会自然地被吸引到我们身边。这一过程不仅依赖于我们的思想和情感，还与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密切相关。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积极的情绪、信念和愿景时，我们的能量场将产生强大的吸引力，将财富、机会和善缘吸引到我们身边。例如，通过持续的善行和布施，帮助他人，我们能够不仅改善他人的生活，也在无形中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和机会。同时，调整和净化我们的内心世界，摆脱负面情绪和思维，能够创造一个更为清晰和纯粹的能量场。这种内在的吸引力将使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展现出更高的魅力，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。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，我们能够与宇宙的财富流动产生共振，吸引到更多的财富和资源。换句话说，财富显化不再是依赖外部的外力，而是我们通过内在的力量去创造一个吸引财富的环境，最终实现财富的自由流动。第四个境界则是我就是光。在这一境界中，我们已经不再依赖外部的条件或他人的福报，而是直接成为财富的源泉。通过内在的修行和精神升华，我们能够将自身的能量转化为创造财富的力量。在这一境界，我们已经超越了依赖外部世界的状态，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内在自我掌控。当我们达到这一境界时，我们不再只是财富的接受者，而是成为财富的创造者。这个阶段的显化过程是深刻的，充满着精神和能量的转化。在这一境界中，我们的财富并不依赖于物质层面的累积或外部的运气，而是来自我们内在的智慧和创造力。这种创造力不再仅限于金钱的积累，而是扩展到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包括健康、关系、事业等。通过自我觉察和内在的升华，我们能够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圆满。这种圆满使得我们不再对物质财富产生执着，而是以一种自由和自在的心态去享受生活中的一切。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时，财富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涌入，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财富的源泉。
这是一个极为成熟和高阶的境界，它要求我们不断修行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意识水平，并与宇宙的能量保持和谐与共振。显化财富的过程并非单纯的外部努力，而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。从点亮自家的福报，到借用他人的福报，再到通过吸引力法则吸引财富，最后成为财富的源泉。这一过程体现了因果法则努力与内在变化的互动。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，在不断的实践和修行中，最终实现财富的显化。这一过程中，每个阶段都充满着挑战和机遇，要求我们不断反思、调整和成长。通过深入理解这些境界，并将其应用于生活实践，我们不仅能在物质层面实现财富的积累，还能够在精神层面获得更高的满足和自由。在显化财富的过程中，每个境界的成长不仅是财富的积累，更是自我意识和心灵深度的提升。随着我们不断地向更高的境界进发，我们将逐渐意识到，财富的显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富足，它还代表着我们心灵的满足和内在的平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显化的过程不再只是为了追求金钱或外部的认可，而是追求更高的自我实现与内在的自由。这种转变是显化财富的最终目的，超越了物质的短期追求，成为一种长期的深远的心灵升华。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种种障碍和挑战。这些挑战不仅仅来自外部的环境，还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疑虑与恐惧。许多人在显化财富的路上会感到迷茫，因为他们无法突破自己内心的限制性信念。例如，一些人可能会在潜意识里相信财富是不道德的，或者认为自己不配拥有更多的财富。这些内心的障碍往往阻碍了财富的显化。因此，突破这些内心的障碍是每个人显化财富的关键一环。通过不断的自我觉察与内心的清理，我们能够解除这些负面的信念，为财富的显化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财富显化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要求我们持续地投入时间、精力与情感。在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需要耐心等待和信任宇宙的安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直接看到财富的显现，而是通过一些间接的途径和信号，感受到自己正在朝着目标前进。例如，某些看似偶然的机会，突如其来的灵感，或者是一个偶然的相遇，都可能是财富显化的前兆。这些外在的迹象不仅是我们努力的回馈，更是宇宙对我们坚持的认可。因此，在显化财富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需要行动，还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，去信任这个过程，去感知和接受这些微妙的变化。随着我们不断向高阶的境界进发，我们对财富的定义和感知也会发生变化。初时，财富可能只是物质的象征，是我们追求舒适安逸生活的工具。然而，随着内心的成长与觉醒，财富逐渐变得不再是目的本身，
而是一个实现更高目标的手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开始明白，财富的意义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上的充裕，它还代表了我们能够为他人、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能力。财富的显化不仅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，也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甚至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。例如，在显化财富的过程中，很多成功人士逐渐意识到，他们的财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存在，而是应该用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机会。他们可能开始投资于创新教育、环境保护等领域，通过自己的财富去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。这种心态的转变不仅是个人财富的提升，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。当我们认识到财富的真正意义时，我们不仅能更好地享受财富带来的自由与幸福，还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我价值，贡献于他人，回馈社会。显化财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与宇宙与他人之间的和谐与共振。当我们能够在内心达成平衡，不再执着于物质的追求，而是通过内在的力量去吸引和创造财富时，财富将自然而然地流入我们的生活。这时，我们将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自由，那种自由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，更是心灵的丰盈。我们不再为财富而活，而是让财富成为我们实现更高目标的工具，成为我们自我成长与社会贡献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显化财富不仅是外部物质的显现，更是内在觉醒与成长的过程。每一个境界的突破，都是对自我意识的升华，是我们从物质世界走向精神世界的一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学会如何创造财富，更学会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如何与宇宙的能量保持和谐与共鸣。通过这种内外合一的方式，我们将能够实现真正的财富显化，不仅仅是在金钱的层面，更是在心灵的层面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的生命将获得更加深刻的意义。财富不再是外界的附加物，而是内在智慧的自然流露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